刘母忐忑不安地问女儿刘瑞瑞：“你这裤子上怎么有血？”刘瑞瑞紧张地说：“可能是来例假的时候不小心沾上的。”但刘母却疑惑不解，女儿例假的时间明明还没到。刘瑞瑞又解释：“是最近作业太多，压力有点大，导致内分泌失调，所以提前了。”说着便急着让母亲去休息。然而刘母却仍不放心，因为前2天刘瑞瑞浑身是伤的回来，这2天又将自己关在屋子里。刘母越想越不对劲，担心地问女儿是不是被人欺负了。可刘瑞瑞却眼神坚定地否认了。刘母见状只能作罢，可她怎样都想不到，女儿平静的外表下不仅隐藏了难以启齿的遭遇，还压抑着即将失控的仇恨之火。因为就在几天前，成绩优异的刘瑞瑞遭遇了校园霸凌，以严莎为首的几名女学生在放学后将刘瑞瑞带到了偏僻处，二话不说竟开始对其拳打脚踢，甚至扒掉了她的衣服。而几人之所以下此狠手，竟是因为严莎怀疑刘瑞瑞偷了她的水杯。水杯是严莎父亲专门从日本带回来送她的。由于这2天刘瑞瑞都没有下去做操，严莎便认定是刘瑞瑞偷的。可即便一群人如此欺凌刘瑞瑞，刘瑞瑞却都坚称不是自己拿的。严莎气不过，竟拿出了匕首。好在危急关头，班上的男生邓阳及时出现，救下了刘瑞瑞。严莎喜欢邓阳已久，如今看到对方对刘瑞瑞如此关心，她的怒火瞬间失控，而更大的祸根也就此埋下。没多久，刘瑞瑞跟邓阳道谢告别后，就走上了回家的路。可半路上，一个混混突然拦住了他。确认刘瑞瑞的身份后，混混的言语和动作就开始轻佻了起来。混混表示有人让他帮忙弄花刘瑞瑞的脸。可如今看到刘瑞瑞长得如此俊俏，竟生出更可怕的想法。我觉得我应该对你温柔点。哎，你干什么？你松手！松手！救命！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倔脾气。刘瑞瑞万万想不到，这段他再熟悉不过的路，竟将自己指向了深渊。混混趁四下无人，竟想侵犯刘瑞瑞。刘瑞瑞试图反抗，可柔弱的他根本不是对手。期间有路人经过，刘瑞瑞马上投来求救的目光，然而对方却因害怕惹祸上身，选择见死不救，转身跑开了。刘瑞瑞最终不幸被混混强暴。当他穿好衣服挣扎着起身的时候，太阳早已落山，撕裂的疼痛感不断侵蚀着刘瑞瑞的神经，但他却很快调整好自己的情绪，重新踏上回家的路。不料又碰到了白天对他施暴的严莎。可让刘瑞瑞意外的是，严莎跟他对视一眼后，却再也不敢看他，最后更是落荒而逃。看着严莎匆匆离去的背影，刘瑞瑞似乎意识到了什么。到家后，他并没有将今天的不幸遭遇告诉母亲，而是谎称学校大扫除把衣服弄脏了。刘母对此并没有起疑心。待四下无人时，刘瑞瑞拿出了一本日记本，当中竟写满了刘瑞瑞对严莎的仇恨。原来刘瑞瑞被严莎欺负不是1次2次，自从有人在学校论坛中发帖子称刘瑞瑞是班花开始，严莎对刘瑞瑞就越来越有敌意，找人撕烂刘瑞瑞的书，故意当众侮辱刘瑞瑞家里穷，最近甚至直接动手霸凌刘瑞瑞。严莎俨然已经成了刘瑞瑞心中最痛恨的人，而想到今天所遭受的痛苦，刘瑞瑞不禁对严莎疑心四起。此时的刘瑞瑞还不知道，今天强暴自己的混混竟真的是严莎指使的。就在不久前，这个叫强子的混混施暴完后，就第一时间找到了严莎讨要酬金。可当严莎知道强子见色起意强暴了刘瑞瑞后，却瞬间吓得失魂落魄。他原本只是想让强子教训下刘瑞瑞，没想到会酿成如此严重的后果，以至于后面碰到刘瑞瑞的时候，严莎只能心虚的退走。可让严莎难以置信的是，第2天刘瑞瑞竟跟没事人一样到学校上课。严莎努力的想从刘瑞瑞脸上看出什么，结果却没发现任何异常。可越是这样，严莎心里越是没底。而当她在厕所无意间看到刘瑞瑞脖子上的伤痕时，心里更是困惑到了极点。严莎最终忍不住，偷偷向强子打去了电话，确认对方是否真的将刘瑞瑞强暴了，但得到的仍是肯定的答复。得知刘瑞瑞没有报警，强子松了口气，可严莎却越发忐忑。而她不知道的是，自己所说的内容竟都被墙外的刘瑞瑞听到了。强烈的恨意瞬间涌上刘瑞瑞的心头。回家后，刘瑞瑞当即在笔记本上写下严莎是最该死的恶人。而这晚，刘母终于发现了女儿染血的裤子，裤子上的血是怎么来的？刘瑞瑞再清楚不过，但他却对母亲隐瞒了所有事，谎称是例假不小心沾上的。此时的刘母已经连续2天发现女儿总是神神秘秘的，担心女儿被人欺负吃亏，还提醒说有事一定要跟她说。刘母不知道刘瑞瑞确实出事了，但她却想用自己的方式解决这些事。一个可怕的复仇计划早已在刘瑞瑞心里产生。
由于做了亏心事，严莎每晚都被噩梦缠绕。这天，她终于承受不住折磨，主动找到了刘瑞瑞，想将一切解释清楚。刘瑞瑞将严莎单独带到了学校后面的湖边。刘瑞瑞直接表示，他已经知道强子是严莎叫的。严莎闻言，马上焦急地解释，自己找强子的初衷只是想让他吓唬一下刘瑞瑞。而严莎之所以想教训刘瑞瑞，竟是因为怀疑邓阳喜欢刘瑞瑞。你从小到大就没有我得不到的东西，我看他对你那么上心，所以我就……严莎就因为这个不属实的猜测，让刘瑞瑞遭受到了最可怕的噩梦。他也知道自己犯的错有多么严重，作为始作俑者，他是惶惶不可终日，于是便想求刘瑞瑞原谅他，甚至表示无论刘瑞瑞让他做什么都可以。可严莎万万想不到，刘瑞瑞最想做的就是让他死。看着刘瑞瑞充满杀意的眼神，严莎顿时被吓住了。而就在这时，刘瑞瑞竟趁严莎不注意，直接将她甩向了泥潭。严莎，我会恨你一辈子。我也很后悔。后悔是吧？与其这么亏欠我，不如早点解脱呀。严莎这才反应过来，刘瑞瑞将她约到这里是早有预谋，可一切都太迟了。严莎不会游泳，又深陷泥潭，动弹不得，只能向刘瑞瑞求救。然而，面对着严莎声声恐惧的呼救，刘瑞瑞脸上却没有一丝怜悯。直到绝望的叫声消失在水中，刘瑞瑞才从书包中拿出了之前严莎一直逼他交出来的水杯。原来，水杯确实是刘瑞瑞偷的。在严莎屡次的欺凌下，刘瑞瑞的心理早已扭曲。亲眼看着严莎死在面前，刘瑞瑞没有半点慌张。回去后，甚至还硬要母亲到外面庆祝一番，谎称是考试成绩好被表扬了。可巧合的是，刘瑞瑞竟发现餐馆的老板刘峰正是当天对他见死不救的男人。由于事发当天刘瑞瑞被捂住了嘴巴，刘峰没认出刘瑞瑞，可刘瑞瑞却早已将这张脸刻在了脑海里。这一刻，复仇的烈火再次在刘瑞瑞的心里燃起。回到家后，他马上又在死亡名单上加上了见死不救的刘峰。而此时，严莎的父母没等到女儿放学回家，早已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。为了隐瞒严莎的死讯，刘瑞瑞直接用严莎的手机给严父发了条短信，伪装成严莎离家出走的假象。夫妻俩看完顿时焦急不已，马上动身寻找，但这显然是在做无用功。由于未到24小时无法立案，严父在第二天很快联系上了女儿的好友小杰。没想到却从小杰口中得知女儿找人强暴刘瑞瑞的事。原来严莎之前在慌乱中曾将强子强暴刘瑞瑞的事告知小杰。夫妻俩闻言顿感难以置信，严父当即想起了严莎曾求助过自己，说他做了对不起同学的事。严父当即怀疑女儿之所以离家出走，很可能是怕这件事曝光。可当他得知刘瑞瑞被强暴后跟没事人一样的时候，心中又困惑不已。经过深思熟虑，严父决定暂时不报警，并让小杰对此事保密，因为他担心女儿一旦被确认是幕后主使，那很可能要面临牢狱之灾。而为了尽快找到女儿，严父直接来到刘家向刘瑞瑞了解情况。可严父万万料不到，刘瑞瑞竟直接一口否认严莎曾叫人欺负他。看着刘瑞瑞乐观镇定的样子，严父完全看不出异常，可他又隐隐觉得刘瑞瑞不简单。为了收集更多有用的信息，夫妻俩又来到学校了解女儿近期的情况，结果却又从邓阳口中得知严莎经常欺凌刘瑞瑞的事，这让严父越发觉得刘瑞瑞有问题。刘瑞瑞之所以隐瞒被欺负的事实，显然是想阻止严父靠近真相。而就在严父疲于奔波寻找严莎的时候，刘瑞瑞也开始了新的复仇计划。为了报复当初见死不救的刘峰，刘瑞瑞直接应聘到刘峰的餐馆中做兼职。好色成性的刘峰看到青春靓丽的刘瑞瑞后，顿时喜笑颜开。而刘瑞瑞则利用刘峰的这个弱点，在工作期间时不时的故意制造意外接触。刘峰很快心痒难耐。而这天晚上，发现老板娘提早下班打牌的时候，刘瑞瑞知道机会来了。他在换衣途中故意假装被老鼠吓到，将刘峰骗上了楼。看到刘峰后，刘瑞瑞立马扑到了对方的怀中。看着眼前年轻可人的女孩，刘峰顿觉口干舌燥。刘瑞瑞见状，直接趁热打铁，假装跟刘峰告白说他喜欢刘峰，来这儿打工就是为了刘峰。刘峰闻言再难把持，热烈回应。不料就在这激情时刻，刘峰的妻子突然杀了个回马枪。刘瑞瑞马上抓住机会，污蔑刘峰侵犯他。面对这突发情况，刘峰当即百口莫辩。刘峰妻子对着刘峰就是一顿发泄，而刘瑞瑞则趁胜追击，直接报了警。而这一切显然都是刘瑞瑞布的局。不久前是他提前打电话给刘峰的妻子，谎称刘峰提前走了，他没钥匙关餐馆的电动门。刘峰妻子这才匆匆赶回来，
没多久，刘峰就因涉嫌强奸被警方带走了。看到这一幕，刘瑞瑞方解了心头恨。然而，刘瑞瑞复仇的步伐却并未就此停下来。他将日记本上的刘峰划掉后，便开始着手寻找报复强暴他的强子。可在这期间，严莎的尸体意外被人发现，警方很快封锁了现场。苦寻爱女多时的严家夫妇顿时悲痛欲绝，严父第一时间哀求警方要将害死女儿的凶手揪出来。他坚信严莎不会自杀，可警方在严莎身上和现场却没有找到任何伤痕以及打斗的痕迹，只能再做侦查。严莎意外身亡的事很快在学校里闹得人心惶惶，然而这却没能阻挡刘瑞瑞报复的决心。他很快花钱查到了强子的消息，可就在刘瑞瑞准备行动的时候，却被自己的母亲叫住了。刘母突然问刘瑞瑞是否有事瞒着他，刘瑞瑞试图掩饰，可刘母却直接提到了刘瑞瑞的笔记本和上次带血的裤子。刘瑞瑞这才意识到自己的秘密被母亲知道了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刘母在整理刘瑞瑞的衣柜时，看到了刘瑞瑞特地锁起来的小箱子。她本不想去查看女儿的隐私，可严父的意外到来却让她改变了主意。严父始终不相信女儿会自杀，虽然警方查不到证据，但他根据自己收集到的信息，还是怀疑严莎的死和刘瑞瑞脱不了关系。他觉得刘瑞瑞身上没有同年人的那种志气，而是成熟冷静的令人害怕。严府质问刘母，难道最近都没发现刘瑞瑞的异常？刘母闻言则第一时间否认，并为女儿辩驳。可当严父提到刘瑞瑞曾被人强暴时，刘母却瞬间震惊了。虽然刘母最后赶走了严父，可她的内心却再也无法平静，因为她确实早就怀疑女儿有事瞒着她。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，刘母最终打开了刘瑞瑞的箱子，看到了笔记本中触目惊心的内容。在刘母的追问下，刘瑞瑞哭着承认了自己被强暴的不堪过往。刘母心疼刘瑞瑞所承受的一切，可也对刘瑞瑞强烈的报复欲感到恐惧。她试图劝刘瑞瑞自首，可此时刘瑞瑞的理智早已被仇恨代替，谁也阻止不了他。直到时间紧迫后，刘瑞瑞很快根据收集到的信息，在某网吧找到了当初强暴他的强子。还在畅玩游戏的强子万万料不到自己已经大难临头。刘瑞瑞很快用严莎的手机联系上了强子，捂住鼻子伪装成感冒的严莎后，他以高酬金为诱饵，向强子提出了绑架自己的交易。在高额报酬的诱惑下，强子决定铤而走险。按照刘瑞瑞的要求，强子很快得手，将被迷晕的刘瑞瑞扶到了刘瑞瑞事先安排好的宾馆中，并控制了起来。做完这一切后，强子开始联系严莎的手机，结果电话却打不通了，于是便开始了漫长的等待。而就在强子坚持不住睡着的时候，刘瑞瑞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，用早已藏在宾馆中的匕首割断绳索后，刘瑞瑞故意高声呼救，吸引其他住客的注意。强子被惊醒后，则第一时间抓住刘瑞瑞，将他按到了床上，结果却正中了刘瑞瑞的圈套。就在强子又想暴力控制刘瑞瑞的时候，一把冰冷的匕首无声刺入了他的身体。由于伤及要害，强子很快就没了气息。刘瑞瑞见状，也紧跟着在自己的手臂上划了一刀。听到动静的宾馆老板恰在这时推门而入，看到了眼前令人惊恐的一幕。刘瑞瑞将这一切完美的制造成了自己遭遇绑架、正当防卫不慎误杀强子的假象。就算警方调取监控侦查，仔细盘问宾馆的目击者，一时半会儿竟也查不出破绽。所有的证据都表明刘瑞瑞属于正当防卫，刘瑞瑞也就此完成了所有的复仇计划。闻讯赶来的严父虽然对刘瑞瑞百般怀疑，却苦于拿不出证据，最终被警方劝退。然而就在所有人都以为这一切要尘埃落定的时候，严父在这天突然又急匆匆地来到公安局，将一本笔记本交给了警方，而这笔记本赫然就是刘瑞瑞的那本死亡笔记。原来严父从未放弃寻找证据，在刘瑞瑞设计报复刘峰和强子期间，严父就曾多次向刘母求助，求他说出真相。在严父的苦苦哀求下，无法承受良心谴责的刘母最终还是动摇了。如果说严莎的死，刘母对严父的质疑还保持怀疑的态度，但是抱着强子的死，刘母却确定是女儿所为。因为刘瑞瑞在出发报复强子之前，曾给刘母留下纸条，告诉刘母要让强暴她的人付出代价。出于保护女儿的本能，刘母在警局的时候选择了沉默，可回来后，她却无时无刻不在承受良心的谴责。她也担心自己的纵容会让女儿彻底堕落迷失，在未来犯下更多无法挽回的错误。在痛苦的挣扎过后，刘母最终选择揭发自己的女儿，将刘瑞瑞的笔记本交给了严父。由于刘瑞瑞作案时已年满18周岁，他将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。
铁窗中，刘瑞瑞告诉刘母，自己之所以这么做，就是不想像刘母那样一辈子任人欺负。原来从小到大，刘母在刘瑞瑞眼中都是委曲求全、懦弱的形象。刘瑞瑞想自我坚强，自己保护自己，让那些欺负过他的人付出代价。可刘瑞瑞不知道，自己的报复行为，说到底是用自己的错来掩盖他人的错，最终葬送的也是自己的人生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欢迎长按点赞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